逼自己1个月学会 Canva UI 视频生成，前198集存下吧，很难找全的。警告：本视频耗时2个半月制作，制作时长300分钟，带你系统学习 Canva UI 视频生成。这应该是全网最良心的 Canva UI 入门教程了，专为新手小白录制。相关的 AI 工具整合包以及全套工作流都已经打包好了，有需要的同学666暴走不懈。只需一张显卡，你就能免费生成这样的 AI 视频。这就是地表最强 AI 生产力工具 Canva UI V8 绿色解破版，和那些花钱还要排队的网站相比，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这个版本原生中文界面，哪怕是1060这类入门级显考，日常练习、基础短视频创作、素材出图也完全够用，不用魔法上网，没有内容审核限制，没有按月订阅、按次扣费的各种套路，内置330多款现成工作流，生成图片点一下就好，生成视频也是点一下就行。整合包解压即用，无脑安装，省去配置环境、报错调试的各种麻烦。想试试的666拿去爽。Hello， 大家好，这期视频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进行高清放大。那么首先我们来到熟悉的默认工作流，接着咱们先选择一个大模型吧，这边我就来一个动漫 PrimeMix 大模型。接下来编写一下正向提示词，咱们先输入质量词汇，也就是 masterpiece 杰作，还有高分辨率 high res。 接着编写内容主体，我们就来一个 one girl 海边吧 beach， 然后女孩穿着泳衣，我们可以翻译一下泳衣。 OK， 接下来我们就来写氛围词汇，那么Anime style， 好的，关于我们人物的脸部特征、它的发色这些我们就先不管。接下来写一下负面词汇，那还是输入 easy negative， 咱们的老朋友这个词组包非常给力。编写好正负向提示词之后，就来到了 K 采样器。那这边我们先把种子值给固定一下，注意这个步骤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接下来的高清放大过程会需要锁定最开始的图像。接着把步数设置成25步， CFG 值为 6.5， 然后采样器 DPN 加 2N， 调度器 Keras。 随后我们把空 Lightroom 的宽高都设置成768，也就是一张768×768的正方形比例图片。咱们点击执行。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最终图像已经生成出来了，但是有一点灰蒙蒙的，是因为我们这个大模型的原装 VAE 其实有点拉垮，我们这边需要另外加载一个 Anime VAE 模型。那么就在 VAE 解码的 VAE 输入拖出来，选择一个 VAE Load， 然后在这儿下载咱们的 Anime VAE。 此时咱们再一次点击执行，可以看到图片的饱和度变高了。接着我们看到这张图像放大看，可以发现它的细节其实是严重不足的，以及它的分辨率较低，768×768嘛。那么我们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就要用到接下来的高清放大。咱们回到 K 采样器这边，在后边的 Later 输出拖出个节点，按住 Shift 键搜索缩放 Later。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共有2个选项，分别是按比例缩放以及按尺寸缩放。那么按尺寸缩放就是把我们的原始图像比例给规定到某一个尺寸，这可能会导致图片的比例发生改变。咱们一般选择缩放 Later， 那么它是按照原图的尺寸以一定的倍数进行缩放。我这边把这个系数给设置成2吧，相当于原来的分辨率乘2，也就是768×2等于1536嘛。接着我们把原来的 K 采样器复制一份过来，那么我们先摁 Ctrl+C， 然后再点击空白处摁 Ctrl+Shift+V， 我们可以看到咱们成功复制了一个带连线的 K 采样器。这一个就是 Ctrl+Shift+V 的作用，可以复制带连线的节点。接着我们把刚才的 Latent 按系数缩放的 Latent 输出连接到 K 采样器上了。那么这 K 采样器我们也是2号 K 采样器，咱们可以建立一个组别，先在界面的空白处右键一下，然后点击添加组，我们的这边就可以编辑组的名字，比方说一次放大。好的，我们接下来可以设置这个组的大小，咱们在这蓝色框框的右下角可以拖动它，来控制它所覆盖的范围，而被它所覆盖的所有节点都会跟着它一同进行移动。那同样呢，我们也为最开始的这个基础生图流程建立一个组别吧，添加组，然后命名为基础生图。 OK， 接下来我们就把刚才的节点
都给覆盖了。随后，为了让我们组与组之间更易于区分，我们可以右键这个组的任意位置，然后看到编辑组，随后点击 color， 也就是颜色，我们可以在这儿去编辑组的颜色，是吧？现在一个黄一个蓝挺好看。然后我们在这个依次放大组，怎么还没构建完呢？把 K 采样器的 late 输出添加一个 V 解码节点，然后这个 V 模型我们连哪？那肯定是连这个 VA 加载器的 VE 输出嘛，同样的连接在 VE 解码上。之后我们加载一个预览图像节点，来看看咱们的一次放大图片长啥样，对吧？那么此时我们的一次放大工作流就这么构建完了，点击执行。我们可以发现个事啊，咱们的生图怎么乱七八糟的呀，并且和我们的原图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之前在图生图那节课所提到的降噪。那么我们此时降噪值为1，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我们的 latent 输入其实和一张空 latent 没什么区别吗？因为降噪值为1，知识整张前空间图像全是噪声，固然就和我们原图没有任何联系，所以我们这边需要把降噪值给设置成 0.5。 OK， 此时再次点击执行，我们可以看到，对吧？现在在生成的过程中，咱们的原来图像的轮廓就已经非常相似了，而后续的只是进行一些细节的填充以及清晰度的提高。好的，很快图片是成功生成了，我们一起来品鉴一下，好吧？把这两张图给放在一起，放大看可以发现这张图添加了非常多的细节，清晰度也是得到了提升。但是我们仔细看可以发现，依次放大的这张图里边有很多像这样的矩形块，比方说像海浪的这里以及泳池内的这，那这是因为什么呢？它其实和2个参数有关。咱们先把这张图给缩小，看到 late 按系数缩放。那么首先第一个参数就是放大的倍数。我们知道如果说像这张原始图像吧，这张图像它放大的倍数越高，那么它所传入这个 K 采样器的 late 图像也就越模糊。咱们可以实践一下，这边我们把降噪值设置为0，就相当于直接输出这张图像的放大之后的前空间图像嘛，因为降噪值为0，不会添加任何噪声。OK， 咱们点击执行，我们可以看到刚才 K 采样器这边是不是压根就没动？然后预览图像这边也是出现了，它经过2倍放大之后的未经降噪图像就长这个样子，里边其实是有很多矩形块的，对吧？咱们仔细看可以发现，原来这些丝滑的线条都变成了锯齿状。那么如果说我们继续把这个放大系数给调高，比方说4倍吧，咱们来看一下。OK，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些矩形块是不是变得更加明显了，简直变成了一张像素风的画。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说让我给这张图像进行降噪，并且把降噪值调成像刚才的 0.5， 带来了什么结果呢？会保留很多原先的这些矩形块的特征，对吧？那么想要缓解这一点，我们就只能去提高降噪值，让 AI 改变的幅度变大一些。好，我们这边还是同样做个例子，把系数给调成2，也就是调回去嘛，然后把降噪值我们设置为 0.55。 OK， 咱们再次跑一下，看一下此时还会不会有像咱们第一次做高清放大时的那些矩形块。 OK，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降噪值提高了之后， AI 确实发挥空间变大了嘛，而此时这张图像的那些非常明显的像素块就这么消失了。但是这其实是第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带来的副作用很明显，我们的降噪值提高了，就和原图的特征越来越远了，对吧？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它和我们原图。而我们还有第2种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改变我们像素块的大小嘛。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把这个系数给调成 1.5， 把降噪值设置成0，咱们来看一下。那么此时这些像素块其实模糊化还没这么严重，代表着什么？有什么意义呢？代表着我们不需要像 0.55 这么高的降噪程度，比方说调个 0.5 就能够让它给非常丝滑的完成光线放大。
因为我们的原始传入图像不算特别模糊嘛。此时我们再把这降噪值给调成 0.5，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啊？现在是不是同样消除了那些非常明显的像素块？而这种方法优点当然就是更能够保留我们原图的特征，因为我们降噪值只有 0.5 嘛。你们都知道降噪值越低往往也会和原图越相近，但是这种方法也是有缺点的，也就是图片的尺寸没这么大。因为我们设置的放大倍数是 1.5， 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咱们原始图像的尺寸乘个 1.5 倍，那肯定是不如乘2倍大的，细节方面可能也就没有系数为2的时候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弥补。什么方法呢？那么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二次放大。没错啊，咱们还有二次放大。双击空白处搜索 SD Upscale， 咱们看到第一个 Ultimate SD Upscale， 中文翻译就是 SD 放大。这个节点就是我们进行二次放大的关键节点了。咱们先为它新建一个组别吧，摁右键点击添加组，然后把这个组的名字命名为二次放大，随后先给它设置一个组别的范围，然后调整一下组的颜色吧，让咱们工作流看起来好看一些。我们回到 SD 放大节点，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输入，但它输出只有一个，对吧？而这些输入该怎么连呢？那么必然我们的图像就要连接着我们依次放大后的图像输出嘛。模型的话，我们还是连回去，连接到哪儿呢？那就是我们的 checkpoint 模型。但是大家可以发现啊，其实这个 checkpoint 加载器在这儿，而我们的模型输入在这儿，哎，是不是隔老远了？拖过去很不方便，对吧？哎，这边我们来介绍一个转接点，咱们看看，把模型拖出来之后，松开手，可以看到有这个 reroute， 中文翻译是转接点的意思。哎，那么这个节点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模型输出的代理，就像个中转站一样吧。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工作流看起来更整洁，并且也能方便我们进行连线嘛。咱把这个转接点给拖过去，来，我们拖过来，随后把转接点和模型输入相连。那同样的，我们正负面条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那么就是把这个条件给添加个转接点。当然这转接点其实还有个快捷方式，就是我们在这个条件输出这边啊，摁一下鼠标中键，就可以看到，哎，自动添加了一个转接点。那么下边这个也一样。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转接点给拖过来之后，再与正负面条件相连，注意不要连错。之后的 VAE 我们也用类似的方法，摁一下鼠标中键，接着把转接点给拖过来。好的，那么以上啊，我们基本连完了。接着咱们看到放大模型，那么这个我们要新增个节点，叫做放大模型加载器。然后我们在放大模型名称这边点开来，可以发现也是有很多种类，对吧？比方说有放大4倍的、放大8倍的，还有放大2倍的，以及放大3倍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我这边的话就选一个放大4倍吧。接下来我们在图像输出加载一个预览图像节点，这么一来我们就完成了整一个二次放大工作流的搭建。咱们点击执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D 放大的工作原理，其实非常明显，就是它会分块进行放大。因为如果说我们用 SD 1.5 的模型，或者说其他模型吧，进行直接放大的话，效果会非常糟糕，因为咱们底模并没有一次性直接生成 4K 图像的能力嘛。所以说，作者就用非常奇妙的方法进行分块放大，来把一个大任务分成非常多的小任务，就好像咱们 GPU 的运行原理一样。这么一来，完成了我们最终的放大过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这个是进行过二次放大之后的图片，我们再把它和原始图像进行一个对比。来，咱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像是不是整体的质感、图片的质量提升了 N 个档次，对吧？无论是细节还是图片的明部、暗部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像它这个胸部上边的阴影，这边只是非常潦草的勾勒了一下，而咱们的二次放大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还显现出了头发的阴影，对吧？那么这些都是细节的体现，但是我们同时也能发现放大的过程中会造成图片内容的变化。那比方说像这边泳池旁边的这个像是一个毛巾一样的玩意，在咱们最终放大之后它变成了流水，对，那这些都是放大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需要去抽卡，以达成我们最终想要的目标。好的，我们现在来概览一下目前已学的二次放大。那首先我们一次放大用到的就是这个 latent 按系数缩放，把我们的 latent 图像扩大了 1.5 倍嘛，同时把降噪程度设置为 0.5 到 0.6 之间，以确保和我们的原图特征相似。之后我们再用 ISD 放大来完成我们的二次放大过程。而咱们的 ISD 放大它的方法就是分块进行，比方说把我们一张可能是 4K 的图像分成非常多的512×512的小像素块，来一个一个的进行放大。那之后其实我们还有3次放大，叫做使用模型放大。我们搜索节点，使用模型放大图像，选择该节点。那么这个节点也是非常容易，并且它的处理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它就是较为简单暴力的把我们的原图给放大2倍、3倍甚至4倍，而放大的过程中不会用到像之前的降噪类似的方法。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先把这个图像给连接在二次放大的图像输出上，同时加载一个放大模型，拖出来，选择放大模型加载器，这边我们也是保持默认即可。随后拖出一个图像预览节点，这么一来我们的3次放大就构建完成了。我们先给它构建一个组别吧。好的，现在我们把这个相关参数，也就是种子值给调成固定，不然的话每跑一次都会把之前的放大流程给执行一遍，这样其实挺费时间的。同样的，我们的 ISD 放大运行后操作也是设置为固定。 OK， 咱们点击执行。好了，我们的最终图像也是成功生成了。我们可以一起来把它和我们的二次放大来做个对比。我们现在不断的放大，可以发现这张图片的像素是非常夸张的，已经放得这么大了，但是还是没有看见那种模糊的像素块。而我们此时再看看咱们的二次放大图片，也是同样的位置，咱们不断放大，有没有感觉到这边明显比刚才的模糊？那么这就是我们3次放大带来的变化。不过这张图片的大小也是非常夸张的，通常都会达到几十 M。 OK，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3次放大的工作流。那么想要这套工作流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内领取。最后我们对比一下原始图像和3次放大图像之间的差距吧。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经过了3次放大之后，图片的像素甚至有点过高了，而锐化程度高的有点让人觉得不舒服。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线条其实都是比较锐利的，所以我个人平常一般用2次放大即可，3次放大就有点过了，并且图片尺寸太大，不太方便使用。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本期的3次放大全流程。我们下期一起来学习能够控制图像的 Control N 吧，咱们就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这期视频我们一起来学习 Control N。那这 Control N 也是整个一个 Core UI 中不得不品的一环，因为它功能实在太强大了，可以实现线条控制、姿势控制、深度控制、面部参考、局部重绘等等功能。而这些功能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进行图片的控制，从而让我们的 AI 绘画有更多可以商业落地的可能性。如果说咱们 AI 绘画一直处于非常不可控的阶段，那么提供的主要部分肯定集中于创意以及设计灵感。但是如果说像引入了 Control N 之后，它就可以投入到真正的生产流程中。好的，我们来到 Configure 的界面后，那么首先我们腾出一些位置吧，把 K 采样器以及后面的节点给拖动一下，然后在空白处双击界面搜索 Control N 空格 ADV， 接着我们选择应用 Control N 旧版高级。那么这个就是有关 Control N 的核心节点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像什么 OpenPose、Line-On、SoftEdge、Dips 等等 Control N 有关模型都是搭载在这个节点上的。而由于我们有关 Control N 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一共分了上下2节课。那么本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能够进行线条控制的有关 Control N 模型。那么咱们第一个案例就是利用 Control N 来进行线稿上色。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大家跟着我操作就好。我们先把这个 Control N 应用的输入给连接一下，那么正负面条件当然就连接在文本编码器上吧。接着这个 Control N 输入咱们就拖出来，加载一个
Ctrl+N Load， 然后在 Ctrl+A 加在器里边选择 Line On， 看到这个选项 SD 1.5 Line On。 那么这个 Ctrl 内它对应的大模型底模就是 SD 1.5， 如果说我们用的是 SD-XL 的底模，那么就得换成 SD-XL 的有关 Ctrl 内。待会我们再做个示范，咱们就先用这一个 SD 1.5 的 Line On Ctrl 内，接着我们看到下边的图像输入，我们拖出来，摁住 Shift 键，搜索 Line On， 接着选择这一个 Standard Line On， 也就是标准线稿。那么这个节点的作用啊，就是为了预处理我们的上传图像，把我们上传图像的图片先加工一下，然后再传入到我们的 Ctrl+A 核心节点中。所以说我们这个 Line On 艺术线预处理器的图像输入，当然连接的就是我们的输入图像。我们在这边上传一张动漫线稿图，注意线稿咱们最好上传的是白底黑边的图像，如果说是黑底白边的，我们就直接忽略这一个艺术线预处理器，让黑底白边图像直通我们的 Ctrl+A 核心节点即可。好，我们接下来在这个预处理器的图像输出再连接一个预览图像节点，这样一来我们待会就能看到预处理之后的图像长啥样。然后就是把这个 Ctrl+A 的正负面条件输出给连接在 K 采样器上，这一个也是非常容易。好的，接下来我们工作流已经构建完毕了，还需要修改的就是提示词以及 K 采样器的相关参数，还有大模型。咱们先从大模型看起吧，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动漫上色，所以说我们最好选择一个动漫线稿图，动漫大模型。那么这边用的是 Primix， 然后我们把这个最终的 VE 解码的 VAE 输入啊，我们自己添加一个 VAE 模型节点，选择这个，看到了吗？ Anime VAE， 这个 VAE 是对于动漫图像解码较为擅长的。那么同样的，我们把这个 VAE 的输出也连接在这个 Ctrl+ 核心节点上，给连过来。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编写提示词了。那怎么编写呢？肯定就是先输入质量词汇嘛 ，Masterpiece 杰作，然后就是 High Res 高清晰度 ，Best Quality 最高质量，然后我们才编写人物的主体。那么就来一个 One Girl 以及火红的头发 Red Hair。红色的头发，然后它有着一双金色的眼睛，那么就 Golden Eyes。 接着它的背景是大森林，我们可以输入 Forest Background 以及动漫风格嘛 Anime Style。 好的，附详提示词我们还是一如既往来一个 Easy Negative， 选择 Embedding Easy Negative， 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只剩下 K 采样器了？咱们就把这个迭代步数给设置成25步，可以增加部分的细节，然后 CFG 值为 6.5， 采样器呢 DPN PPRM， 调度器 Keras。 随后咱们按 Ctrl 加 Enter 执行一下，看一下我们初次的出图效果究竟咋样。我们可以发现啊，这张图片怎么样？是不是和我们的线稿做到了 99% 的吻合？但是我们能发现个问题，啥问题啊？我们把这张图片给稍微放大一些，怎么回事？这张图片的比例好像和我们的原图尺寸不太对呀，怎么是一张正方形比例的图片，对吧？你看它的手臂以及它的这个头顶都不见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这边我们就要看到 Collate 了。那么咱们之前也学过 Collate 是控制图像的尺寸，对吧？不过问题又来了，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这张图像的尺寸呢？难不成我们每一次进行类似的审图流程，每换一张新的图片都需要去查这张图片是 512×768还是1024×1536？查完之后呢，咱们再输入进来，其实非常麻烦。所以说我们需要构建新的节点、新的流程来把这一过程进行自动化。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操作。咱们在这个加载图像的图像输出后边拖出来，摁住 Shift 键，搜索 Size， 也就是尺寸的意思，然后选择 Give Image Size。注意这个节点是 Essentials 节点包的，当然也有很多同样功能的节点，比方说下面这个 Stability 节点包的 Give Image Size 也是有相似的作用。好，我们选择第一个，然后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节点，它是什么意思啊？一共有3个输出嘛，分别是 Width 宽度、Height 高度以及 Count 数量。
别的小伙伴就会问啊 ，UP 主，我要这些东西来干嘛呀？你说我们怎么匹配到这空 Light 的数据上呢？哎，这边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咱们在这空 Light 的节点上摁一下右键，随后看到将空键转化为输入，在这边我们可以发现一共有转化宽度为输入、转化高度为输入以及转 PC 大小为输入，所以我们就只需要把宽度以及它的高度都设置成输入，就可以和我们的这个获取图像尺寸节点进行匹配。怎么匹配呢？那必然就是宽度对宽度，高度对高度嘛。咱们连接一下 Y 连接到宽度上， High 连接到高度上，这样一来啊，我们每一次上传的图像都能够自动匹配相应的尺寸，从而进行我们的线稿上色流程。好，咱们构建完之后，再次点击执行，来看一下此时啊，经过了我们自动化流程之后，图片的生成效果咋样？哎，是不是这张图片啊，成功变成了竖屏的比例，证明我们刚才所做的一切是有用的，对吧？而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这一张预处理之后的图像就变成黑底白边图，而这也正如我之前所说，哎，如果我们的基础的上传图像就已经是像这样的黑底白边图，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这个预处理器，可以直接连接到这儿了。OK， 我们预处理器在这儿的主要职能就是把我们的上传图像给变成黑底白边，从而方便我们的 Ctrl+N 来进行处理。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Ctrl+N， 叫做 Line On。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 Ctrl+N， 它同样也是针对于线条控制，名字就是 Soft Edge 软边缘。而不同 Ctrl+N 的流程其实非常的近似。我们其实啊，只需把这个预处理器给替换成 Soft Edge 的预处理器，以及把我们的 Ctrl+N 模型给替换成 Soft Edge 模型，就可使用上我们的 Soft Edge 功能。所以我们在这儿先搜索 Soft Edge， 哎，咱们可以看到一共有2个，分别是 SD1.5 以及 SD-XL 的。我相信呢，有的小伙伴可能对咱们 SD1.5 模型和 SD-XL 模型的区别不太了解。我这边简单的阐述一下 ，SD1.5 用的是512×512的训练集，所以说它的生图尺寸上限是有个限度的。比方说让它生成 1024×1024 图片就会非常的古怪，而因为我们 SD-XL 是用的 1024×1024 的训练集，所以说它可以直出 1024×1024 的图片，也就是说它的基础比 SD1.5 要牢，能够直出的图片细节的上限也更高。好的，解释完毕，我们重新回到刚才的 Ctrl+ 模型。那么在这边因为我们的大模型是 S1.5 嘛，所以说我们选择是 S1.5 的搜索选项。接下来我们就替换一下这个预处理器吧，咱们先把它给删去，然后我们在这个 Ctrl+A 图像输入，摁住 Shift 键拖出来，然后搜索 Soft Edge， 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有2个，分别是 FED 的预处理器，还有叫做 PDNet 的预处理器。咱一般选用的是 FED， 然后再把这预处理器的图像输出连接在 Ctrl+N 上，随后我们再把这个预处理器连接一个预览图像节点。OK， 这样我们就成功完成了从 Line On 到 Soft Edge 的转变。咱们点击执行来看一下此时的效果，我们可以发现的是什么事情呢？是预处理图像是不是和刚才的 Line On 区别非常大呀？哎，刚才的 Line On 非常的细致，而此时的 Soft Edge 也就是软边缘，它是较为模糊，给予了 AI 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对吧？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生成出来的最终图像，哎，感觉到效果是不是也挺不错的？虽然说没有非常1:1的还原我们的原始线稿图，但是呈现出给咱们观众的视觉效果也有不一样的风味。而我们这个 Soft A 软边缘一般匹配的使用场景是怎么样的？那就是进行风格转绘，或是基于原图的线条特征来对它进行大体不变、细节改变的目标需求。比方说，我们这边上传一张蒙娜丽莎，好吧。接着我们点击执行，哎，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看到，成功的把我们的蒙娜丽莎匹配上咱们的正向提示词？哎，我们书写了啥呀？叫做红色头发以及身处森林之中，对吧？怎么样？我们最终生成的图像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并且它的整体轮廓和我们的原图是非常相近的，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预处理之后的图像怎么样，保留了我们脸部以及身体上主要的线条特征。但是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咱们最终生成图像的手指是不是，哎，什么情况啊？怎么只有4根手指啊？这很明显不对，因为我们
都知道蒙娜丽莎她不是个残疾人吧，对吧？我们来看看1、2、3、4、5根手指，所以说该如何去改进这一点呢？那么我们的下一节课就会提到有关人物姿态控制以及面部控制的 ControlNet 类型，叫做 Open Pose， 而不同的 ControlNet 之间是可以同时一起在工作流中运用的。那么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线条处理，比方说像 Canny， 而这 Canny 我一直不太推荐使用，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对比图片。大部分情况下能用 Canny 的场景，咱们用 Line On 即可，而需要更多的 AI 艺术性，那么我们就是用 Soft Edge 软边缘嘛，好吧？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ControlNet 上半部分的内容，我们下节课继续来聊一聊下半部分内容，咱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Hello， 大家好，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能够进行 AI 换脸的 IP Adapter。那么首先我们加载默认工作流界面，先为接下来的节点给腾出一些位置，然后在空白处双击界面搜索 IPA， 接着我们找到 IP Adapter Face ID， 那么这个节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节点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输入非常多，不过呢它的输出我们只用到这个 model 即可。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这些输入该连到哪儿吧。首先我们要连的不是 model， 而是下边的 IP Adapter， 我们在这儿给拖出来，加载一个节点叫做 IPA 的 Face ID 加载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加载器它一共有2个输入以及2个输出。那么针对于输入方面，下边的这个 IP address 输入啊，是方便我们与其他 IPA 进行串联时候使用的，咱们这节课暂时不会用到。而另外一个输入就是 model， 我们只需要连接在我们的 GPUR 接载器上即可。随后我们把 model 输出连接在 IPA 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model 输入给添加一个 LoRa 加载器，然后在这边去添加我们想要风格的 LoRa。好，那么既然都讲到这儿了，我们就还是用个 LoRa 吧，比方说添加细节的 SD-XL LoRa。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 LoRa 的后边一般都有跟上什么 SD1.5 或者说 SD-XL 的标注，不同的 LoRa 对应着不同的底模，如果说用错了，那么我们工作流是跑不起来的。比方说 1.5 是在选择好 LoRa 之后，我们把LoRa 加载器的模型以及 clip 输入给连接在 Checkpoint 加载器上，连过来之后，我们自然是要选用一款 SD-XL 的大模型，因为咱已经决定使用这个 SD-XL 的 LoRa 了嘛，所以我们在大模型这边选择一款摄影写真的 XL 大模型。那么既然我们选择了 XL， 就代表着我们待会生图可以直接把尺寸给拉到 1024×1024。 OK，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到这一个 IP Adapter Face ID 的核心节点，我们要输入一张图像，那么这张图像想必也是我们的人脸参考图，我们拖出来，然后加载一个加载图像节点，比方说参考哈利波特的赫敏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 Face ID 下边还有一个 Image Negative， 翻译成负面图像，那这是啥意思？其实它和我们的正负面提示词有点像，图像输入就是我们想参考的，而负面图像输入代表着我们不想生成的图像。那我们不想生成什么样的图像呢？必然是扭曲的、变形的、充满噪波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这边呀要给它添加这么一个图像输入。 OK， 问题又来了，我们从哪去制造这么一张图像？好，接下来啊，我们在这个负面图像的输入拖出来，按住 Shift 键搜索 IPA Noise， 也就是噪波。我们可以看到有个节点啊，叫做 IP Adapter Noise， 选择该选项。随后我们在类型这边选择的是 Shuffle， 也就是反转，接着把这个 Blur， 也就是模糊值设置为10，随后输入就连接在我们的原始图像上。而最下边的遮罩啊，这个输入是可连可不连的，啥意思？比方说我们想只参考这张图像的人脸，不参考它的头发或者说服装，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这张图像先加上遮罩，然后再用加载图像的遮罩输出连接在注意力遮罩输入中。那么我们这边先不搞这么多复杂的操作，所以暂时先不连该节点。
然后我们看到下边还有2个输入，分别是 Clip Vision 以及 Inside Face， 这2个都是必要的模型输入。同时构建的方法也很简单，只需直接拖出来，然后选择 Clip Vision Loader， 也就是 Clip 视觉加载器。然后在这边我们要选择的是 B160K， 看到了吗？这个 B160K 后缀的模型，然后把 Inside Face 也拖出来，加载一个 IP Adapter Inside Face Loader， 就是该模型的加载器，其他我们什么都不用管。这么一来，我们就成功的把 IPA 的输入都给连完了。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刚刚构建的一个节点，也就是这一个 Face ID 加载器，在这边有多种预设，我们点开来可以看到有 Face ID 以及 Face ID Plus， 还有 Face ID Plus VR， 我们直接选择 Plus VR 之后，我们再把核心节点的模型输出连接在 K 采样器上即可。那么我们剩下的任务就是编写提示词以及 K 采样器的调参了。咱们就简单来一个起手视线 Masterpiece High Res 高清晰度 Best Quality 最高质量，然后 One Girl 一个女孩在花园中 Garden， 那么最好来一个写实风格吧。之后负面提示词我们就简单来一个 Easy Negative。 好，我们再看到 K 采样器把步数设置成25步， CFG 值为 6.5， 采样器 DPN PB2N， 调度器为 Cars。 点击执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图片是成功生成了。我们一起来把它和原图进行个对比，怎么样？人物的五官特征还是比较相像的。接下来我们一次性跑4张图，让出图效果更为全面一些。换一组提示词吧，把花园给替换成森林，最后再次执行。好的，图片是成功生成，我们一起来预览一下，怎么样？这个五官特征大体来说还是比较相近的，虽然说可能会出现坏图，比方说像这张这个眼睛傻愣愣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出图质感堪比电影级。那么我们接下来换一张参考人脸，再看看效果如何。比方说泰勒，接着 Ctrl Enter， 好的，图片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眉眼还是比较相近的。这边要提一嘴的是，当我们在进行 Face ID Plus VR 以及 Face ID 的切换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报错。比方我们现在用 Face ID 来跑次图片 ，OK， 图片出来了。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它和 VR 之间的效果对比。个人感觉 VR 可能效果更好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1代的 Face ID 它的人脸比较僵，这4张图片面部表情几乎都没什么差别。好，我们此时如果说要再调用 Face ID Plus VR 的话，咱们点击执行，可以看看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报错，但是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把报错关掉，再一次点击执行，又可以顺利跑通我们的工作流。我觉得这可能是 IP Adapter 开发者在版本更迭中出现的一个小 bug 吧。OK， 我们现在用回了 VR 之后，感觉到图片相比1代更为自然了一些。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本期的全内容了，我们下期一起结合前面所学知识来完成老照片修复工作流。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康复 UI 教程。那么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老照片修复工作流，同时我们也会将前面所学的知识给融合进来。我知道啊，大家看到这一套工作流可能会觉得有点害怕，是吧？因为它确实挺庞大的，但是如果我们细看的话，就可以发现它每一个构建以及节点流程都是我们曾经所学过的。那么首先咱们从最左边看起，第一个也就是提示词模块，这没什么好说的嘛，正负向提示词的输入。那接下来我们会把提示词传入到这个 Controller 模块中。那 Controller 我们之前也学过，这边我们一共用到了3个 Controller， 分别是 Line On 线稿处理以及深度处理还有姿态处理。咱们之前有提过深度以及姿态那是万能的2个 Controller 模型，所以说其实特别要记的也就是这一个 Line On 处理器。总之啊，这个 Control 内的作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生成图片和参考图片尽可能的相近。那么随后我们会进行第一次生图，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出图的效果其实比较糟糕，对吧？我们放大看看，我们可以看到啊，只是保证了人脸的轮廓，
还有它的发型以及服装特征线条上尽可能的相似，而一次生图做出的最大贡献，那莫过于给咱们的图片进行了一个上色处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上色效果还不错，只不过图片呢还是有非常多的噪点。那么此时我们将依次生图传入到换脸修复模块中，那么在这边我们可以用前面所学的 IP Adapter 来进行面部特征参考进行换脸，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较为简单的叫做 React 换脸，它的功能和 IP Adapter 差不多，只不过没有 IP Adapter 那么的全面，它是专门针对于人物换脸的一个节点，并不包括风格参考。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样，这个换脸之后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张图片吧，它把咱们人物脸上的这些折痕都给抹去，但是这张图片还是有非常多的噪点啊，对吧？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上角有较为明显的折痕，还有这个人物的脖子上也有一些老照片的裂纹。那么如何删去这一些不必要的元素，同时增强我们画面的细节整体的清晰度，那这必然就是要放在我们的高清放大工作流嘛。我们顺着换脸修复模块往后看，可以看到那么就被导入到了我们的高清放大模块。那么在这边我们会对传入进来的图片首先进行一个 1.5 倍的放大，随后再次用刚才的 React 换脸，保证面部特征和我们的原图尽可能的接近。我们现在把原图拖过来对比一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张人脸修复的效果，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从零开始去搭建这一套完整工作流吧。 OK， 那么我们先在左上角点击工作流，随后点击浏览模板，选择一个默认工作流，然后开始构建我们的完整流程。那么首先我们来选择一个大模型吧，这边可以选用 SD 1.5， 当然也可以使用 SD-XL， 我的话就来一个写真的 SD-XL 大模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添加第一个组件，也就是 Controller。 当然在我们添加 Controller 之前，我们先把整一个工作流给稍微整理一下，咱们把提示词给放在一边，然后把这些基础的生图组件给移动到另外一个小角落。接着我们在空白处点击双击界面，搜索 ControlNet ADV， 加在这一个应用 ControlNet 旧版高级节点。那么这个节点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嘛，之前也用过很多次。那么看到它的输入，当然就是正面条件连在文本编码器的正面条件，负面条件连在文本编码器的负面条件，随后在 ControlNet 这边拖出一个加在 ControlNet 模型节点。这边注意了，我们放大看看，咱们在 ControlNet 名称这边选择的是这一个 SD-XL 通用型 ControlNet，这算是一个较为便捷的模型，它统合了所有主流 ControlNet 模型，比方说什么 Line On、Open Pose、Dips、Soft Edge 等等类型全都包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架载一个预处理器，这边我们第一个 Control Line 用的是 Line On， 所以说我们搜索 Line On 预处理器，选择 Realistic Line Art 真实线稿。接着我们在预处理器的图像输出按住 Shift 键拖出来，搜索缩放图像，选择该节点。那么这一个小节点的主要作用就是约束我们的输入图像尺寸，因为如果我们待会的输入图像尺寸过大的话，咱们在依次生图传入到 Later 输入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尺寸过大而产生生图变形。所以说我们加载了一个图像缩放节点，在具体调参之前，先把我们的原始图像给导入进来。 OK， 这边咱们上传了一张噪点非常多以及图片破损较为严重的老照片。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为它规范一个尺寸，因为我们此时其实并不知道这张照片它的尺寸究竟是多少。我们直接在图像缩放节点的高度输入1024，就是我们希望待会它的高度能变成1024，而宽度如果说要跟随着高度进行改变的话，咱们就把宽度设置成0。那么意思就是说，待会高度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变成1024，而宽度也会
跟随着该比例进行变动，也就是保留我们原始图像的宽高比。好了，既然现在已经把原始图像给处理好了，咱们就继续连 Control Line 吧。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 Control Line 的核心节点还有个 VAE 没有输入，那么这边我们可以选择直接把咱们 Checkpoint 加载器的 VAE 给连上来。不过这边有一个其他方法，因为待会我们会构建3个 Control Line， 这么一来咱们的 VAE 其实连线非常多，对吧？甚至后边的高清放大还需要用到该 VAE。那么有没有方法可以节省这些连线呢？还真有。我们在 VAE 节点的后边拖出来，摁住 Shift 键，搜索 Anything Everywhere， 看到该节点，选择它。那么这个节点呢，它的功能就好像我们路由器的天线，把 WiFi 信号发送到了全局。此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Control 内应用的 VAE 输入，这个点是不是变亮了？那么这就是接收到了我们全局输入的信号，无需连线就把咱们的 VAE 给输入到了该节点。OK，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Clip 输出也添加一个全局输入。那么咱们把刚才的 Clip 连线都给取消连接，随后在 Clip 输出端拖出来，按住 Shift 键，同样也是搜索 Anything Everywhere， 选择该节点。总之我们想让什么输出发送到全局，那么都可以连接这一个全局输入节点，但是它也是有弊端的嘛，当然就是我们的连线不够明确，有时候如果出报错的话，可能溯源问题会较为麻烦，但这边只要跟着 up 连，基本都是 OK 的。好，我们先把这些给放在一边，接下来我们要连接第2个 Control 内应用。那么选中刚才的核心节点 Ctrl C， 然后在空白处摁 Ctrl Shift 加 V， 这个快捷键之前也教过就是带连线的复制该节点之后，把正面条件与2号 Control 内相连。那么图像输入呢，我们当然要自己另外选择一个预处理器，而我们的2号 Control 呢，咱们规划的是 OpenPose 嘛，当然 Dips 也行，我们就搜索 OpenPose， 选择该选项，接着再把这个预处理器的图像输入连接在图像缩放的图像输出端。大家可以发现呢，此时我们的图像缩放就好像咱们原始图像的代理人嘛，我们接下来所需的所有有关这张原图像的输入，肯定都是经过我们规划了尺寸之后再参与到工作流中。好的，我们废话不多说，重新回到2号 Control 内。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会说，UP 主不对呀，咱们的核心节点 Control 内模型怎么连到的是同一个 Control 内模型呢？那么刚才我也不是说了吗，咱们的这个 Control 内模型是通用型 Control 内，里边包含着各式各样的 CN 模型，所以咱们可以共用一个 Control 内加载器。而这么连接还有个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分3次加载咱们的 CI 模型，只需要加载1次，就可以供给给3个 Control 一同使用，减少了生图的时间。那么在连接完2号 Control 内之后，咱们就开始连接3号 Control 内，同样的选中刚刚的核心节点，摁 Ctrl Shift 加 V 复制一份出来，然后正负面条件简单连接。图像呢也是拖出一个新节点，搜索 Depth 深度，然后来一个 ZOE Depth 预处理器，图像输出自然而然就是连接在刚才的图像缩放上。这么一来，我们的3个 Control Line 节点算是构建完了，但是参数咱们要稍微微调一下。接下来我们把线稿还有深度的权重，也就是强度设置为 0.5， 看到深度这边也是设置成 0.5， 随后我们再为它建立一个组别，命名为 Control Net， 把工作流给稍微整理一下。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调整咱们 K 采样器有关的参数，这边我们的 Later 输出当然要规范一下相关尺寸，咱们把空 Later 的宽高都转换为输入，然后我们在图像缩放的后边拖出一个节点，叫做 Get Image Size， 获取图像尺寸，选择该选项。那么这个节点我们之前也用过嘛，我们把 Width 连接在宽度上， Height 也就是高度连接在空 Later 高度输入之后，看到 K 采样器，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参数，比方说运行后操作一定要设置为固定，如果说是随机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无论工作流
多庞大，每生一次图都会整一套工作流再跑一遍。因为当我们设置为种子值是随机时，意味着什么？咱们种子值是变量啊，每生成一次之前都会发生改变嘛。好，在固定完种子值之后，把步数设置为25步， CFG 值为7，采样器还是选择 DPN PP2N， 调度器 Keras。 接下来咱们就来个预览图像节点吧，把这个保存图像给删去。我一般情况下用都是预览图像，直到生成出较满意图片再手动保存即可。这么一来，咱们的依次生图工作流就这么完成了。同样的，为下边的 K 采样器建立一个组别，命名为依次生图。接下来在生图之前，我们得把关键词给调整一下。那首先是正下提示词，我们就简单的输入起手式 masterpiece 最高质量 best quality 极致的细节，接着一个男人，多的描述词我们也不用输入真实质感，然后在负向提示词这边还是来一个 easy negative。 好的，编写完后直接开始生成。 OK， 好的，图片已经生成了，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还是有非常多的噪点，不过这些我们都可以在下一步进行去除。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在这个 VAE 解码后边添加一个新节点，把图像拖出来，摁住 Shift 键，搜索 React， 选择这一个快速换脸。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怎么又是一个新节点？但是啊，这个新节点它的功能非常好理解，以及它的整体操作极为简易，咱们只需要连2个输入即可。那么现在已经连上了目标图像，原人图像连哪？必然就是我们的老照片图像吧，连过来。这样咱们的主要连线就已经连完了。接下来我们在修复模型这边选择 1.4.ph 这个选项，其他的我们全都不用管。在图像输出连一个预览图像节点，就可以点击生成。 OK， 短短几秒钟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怎么样，咱们的人脸特征是不是成功替换成了我们来对比一下咱们这张老照片的人脸特征。但是这张图像可以作为最终的输出吗？想必是肯定不行啊，因为图片还有这么多噪点，以及人物整体细节还不够。那么我们自然就要再添加一个高清放大节点嘛。但是在添加高清放大之前，咱们先给这个换脸小节点添加一个组别，命名为 AI 换脸。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换脸后的图像输出拖出来，加载一个 VAE 编码器。那么这个 VAE 编码器的 VAE 输入是不是已经由我们刚才的全局输入节点成功导入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不是闪着红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 latent 输出连接一个节点，叫做 lantern 缩放，选择这个选项，系保持 1.5 不变。接着把刚才的 K 采样器复制一份，然后按 Ctrl+Shift+V 粘贴过来。那么关于这个 K 采样器的模型以及正负面条件都保持原样即可，但是 latent 输入肯定得换成缩放后的 latent 输入，然后降噪值我们设置为 0.65。 咱们先跑一次图，看一下生图结果怎么样。 OK， 点击执行。好的，图像也是成功生成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张图像是不是对比我们的输入图片噪点少了很多？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它的面部特征，我们需要再连一个 React 换脸节点进行面部特征的替换。所以说咱们在 VAE 解码的后边需要再新建一个 React 换脸节点，咱们就把刚才的给直接带连线粘贴过来，然后 VAE 解码的图像输出连接在目标图像上，之后再换脸的图像输出连接一个预览图像节点。这么一来，咱们再次点击生成，我们就可以看到面部特征成功被替换。现在对比一下它和我们的依次换脸后的差距，咱们可以看到整张图片的噪点少了非常多。那么同时图片的整体像素以及人物的细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接着我们把原始图像拖过来看一下，怎么样？这个修复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吧？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我希望本套课程对你有所帮助，有所提高。而想要这套工作流的小伙伴，欢迎在评论区内领取。那么我们就后会有期，拜拜。